20号，欧盟委员会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进行决定草案披露。所谓的反补贴税率最高达36.3%，但对美国品牌特斯拉的税率则大打折扣，从超过20%降至9%，赤裸裸的区别对待。中汽协驳斥欧委会做法严重歪曲中国电动车产业事实。中国商务部随后发布相关反制措施。来看详细分析。与7月4号公布的出裁结果相比，欧委会20号公布的决定草案对税率进行了小幅调整。比亚迪由17.4%调为17.0%，吉利从19.9%调为19.3%，而出手最重的是上汽名爵，从37.6%调为36.3%，与所谓的不配合调查企业相同，而其他配合调查企业税率均为21.3%。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均为加征税率，这意味着原先欧盟征收的10%的税率仍然有效。加税草案仍有待欧盟成员国10月份进行正式投票表决。对于欧委会所谓的不配合调查的说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予以驳斥，表示在本案调查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中国业界通过提交答卷、书面评论、听证会陈述意见等各种方式，提供了数万页的法律文件和证据材料，全面深入地就欧方不合理、不合规做法进行抗辩。欧方此次公布的中裁披露并未充分吸纳中方意见，仍坚持错误做法，裁出高额税率，还利用抽样区别对待中国不同类型企业，扭曲调查结果。该仲裁披露是基于欧方单方认定的事实，而非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中方对此坚决反对，高度关切。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号强调，这起调查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和政治主导行为，只会损人害己。我们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切实拿出诚意，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快探讨妥善解决方案，避免贸易摩擦升级，避免影响中欧之间的互信与合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1号发声明指出，欧委会仲裁信息严重歪曲中国电动车产业事实。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代表中国汽车行业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法新社曾报道称，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都希望吸引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赴欧洲投资，但中汽协强调，欧委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反补贴税，给中国企业在欧经营及赴欧投资带来极大风险和不确定性，损害了中国企业在欧经营和赴欧投资的信心。拥有超过1万家会员企业的中国机电商会进一步表示，欧盟在反补贴调查中认定的补贴标签很可能成为欧盟未来对中国赴欧投资企业开展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调查的借口。分析认为，欧委会的关税大棒将吓跑包括中国公司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外界注意到，欧委会的加税草案对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区别对待，事出有因。例如，美国品牌特斯拉此前被欧方宣布需要加征20.8%的关税，但现在则降至9%。虽然这些车型主要在中国制造，欧方宣称这是因为特斯拉配合调查，但舆论质疑：难道中方提供的数万页的法律文件和证据材料不是配合调查吗？实际上，特斯拉方面此前曾强硬要求欧方为其制定特别税率。分析认为，这后面既有可能包含美方政治施压的因素。此外，2019年，马斯克在德国投资一家欧洲超级工厂，目前其产能约为每年25万辆，这也被认为获得了一定的谈判筹码。值得一提的是，欧方加征税率最高的上汽集团，是因为该公司旗下的 MG 品牌是欧洲销量最好的中国电动车，一度销量前10榜单中有4个席位被上汽 MG 占据，而销量最高的则是特斯拉的2款车型。欧盟呢对中国呢，它的复杂心态体现在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较长的时间内相对于中国保持自己的绿色产业的先发优势，但是呢又对我国的这个电动汽车产业为代表的一些企业在价格呀、在设计、在外观啊等等这方面，
的比较优势呢感到焦虑和不安。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仍然是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等全球议题上面，能够和中国保持合作，不希望把关系闹僵。中方已经采取多种措施维护合法权益。8月9号，商务部宣布已将欧盟电动汽车临时反补贴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8月21号，商务部决定自当日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乳制品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欧盟对华乳制品出口额达18.2亿美元。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家的乳制品行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此前就有欧洲舆论称，欧盟一意孤行要对华电动汽车发起所谓反补贴调查，让乳制品、葡萄酒生产商、猪肉出口商等欧洲国际食品公司都对潜在反制措施胆战心惊。中国市场对于猪肉和乳制品出口商尤为重要，欧洲农民的担忧与日俱增。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农产品并非不可替代，例如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也生产优质乳品。虽然目前欧盟生产商占据了中国进口猪肉市场51%的份额，但这一市场竞争激烈。例如，俄罗斯国家养猪业企业联盟负责人科瓦廖夫称，该国的目标是在3到4年内占据中国猪肉进口市场的10%。目前，俄罗斯各部门已经开设了通往中国的肉类专线。贸易反制措施可以是2个领域的，第一个就是直接针对这个电动汽车领域的，比方说有消息传出来说可能会对欧盟进口自欧盟的2.5升以上的大排量的汽车征收最高至25%的关税。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农食领域啊，对欧盟呢也发起一些反补贴的调查。汽车产业是欧洲的核心产业，提供了1460万个就业岗位，约占欧盟 GDP 的7%。过去10年，每年为欧洲带来700亿至1100亿欧元的贸易顺差。但与其他老牌汽车大国一样，在燃油车利润的诱惑下，欧洲车企的新能源化和智能化转型脚步迟缓。相比之下，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实现了弯道超车，在技术和产业规模上都获得了优势。根据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2023年中国电动汽车的海外销售增长了70%，达到341亿美元，其中近40%销往欧盟，使得欧盟成为中国电动汽车的最大出口市场。根据咨询公司艾瑞博的报告，短期来看，加征关税是会对中国新能源车企出海造成一定影响，但无法阻止欧洲消费者继续购买中国电动车。报告还提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相比欧洲品牌的成本优势最高可达35%，仍有降价空间，可以抵消部分关税带来的冲击。以比亚迪海豹车型为例，即使增加17.4%的关税，依然能与欧洲的车企价格持平，并实现正利润率。纽约研究机构荣鼎咨询的研究甚至认为，对于比亚迪这样拥有强大垂直整合能力的企业来说，即便关税比例达到40%至50%，也无法阻止它获得更大市场份额。对于其他中国新能源车型来说，例如上汽 MG、极氪等，扣除30%的关税，利润率也一样可观。MG4 利润率甚至还能超过10%。从比亚迪的这个布局来看的话，我们把第一个生产基地放到了东南亚，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欧洲有我们的生产基地。花旗银行预计，本土化生产未来将成为中国车企进入欧洲市场的主要战略。欧盟的关税跟美国的政策目的不同，主要目的是减少中国车企依靠成本优势从中国出口低成本新能源车到欧洲，因此认为会有更多中国车企会在欧洲本地建厂。此举有助于树立自有品牌形象，节省运费和潜在关税上升。不管是在欧盟售卖我们的电动汽车，还是说在欧盟设厂，对于中国电动汽车的出海都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是值得为之努力的。